在湖南的一座高山之巅，一条蜿蜒盘旋的碎石泥巴路直通山顶。当我们往山下探寻时，竟发现有一栋孤零零的房屋矗立在半山腰上。房屋的主人是一位年过80的爷爷和一位年过70的奶奶居住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开垦了菜地，经常还会跟着自己的儿子下山生活，日子是非常的幸福快乐。从和爷爷的聊天中得知，这里曾经是一个古村落，居住了60多口人。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只有这2位爷爷奶奶割舍不下这片土地，依旧选择时常居住在这里。我们在去拍视频的路途中，让我看到一个惊奇的一幕。我们发现，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大山里，有一台挖机在这个山谷的下方作业。它当初是怎么下去的呢？这个坡度这么陡，如果它作业完了，它又该怎么上来呢？难道是用直升机把它吊上来吗？非常的不可思议。走遍湖湘大地，领略风土人情。嗨，大家好，我是天福。新的一年，新的起点。现在我已经到达了我们今天探访的目的地了。我现在在这座山的山巅之上，看看我周围，青山连绵，此起彼伏，风景非常的秀丽。在这座山的半山腰上，我们发现有一栋房子，这栋房子看上去像是一栋平房，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栋房子是否还有人居住。因为在这栋房子的周围，我们没有看到有其他房子了，是一栋孤零零的房屋。想要到达这栋房屋我们只能沿着我身后这一条路才能到达。大家别看这个路有这么宽，但是这是一条泥巴路，道路非常的湿滑。由于我们是第一次来，并不熟悉路况，而且呢，这条路全程都是下山的路，道路非常的陡峭，我们不敢贸然开车驶路。所以我们现在就徒步走到那栋房屋去看看吧。Hello， 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那么非常适合徒步登山旅行。这条路呢，看上去非常陡，我们呢也没有开车下来，所以徒步走下去，因为从这里到那栋房屋的距离大概是2公里左右，也不是很远。这条碎石泥巴路从现状来看，应该是才开挖不久。你看这路面有这么宽，而且路面上还有车轮碾压的痕迹，可能还有车子经常从这边通行。但是这条路面，它的坡度还是蛮陡的，非常考验驾驶员的技术。是的，所以我的车子不像越野车，爬坡能力还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就决定徒步下来。远处的高山，一山比一山高。虽然是晴天但是在这座大山上阴凉处还是非常的寒风刺骨你看这条路，我们走路的时候黄泥巴这个鞋底都打滑，哎呦，走的一脚的泥巴了。所以车子的话更是容易打滑，从这上面开下来。这个坡度弯度接近有80-90度了。整个这片坡度下，你看这里山路18弯，绕来绕去。整个这个坡度从这里转下来，这边上的泥土都是松软的，
像这座山呢，看上去也基本上是石头山，上面长了很多的杂树、杂草。在这里，我们都还可以发现有电线杆。是的，这个电线杆看上去都还像是新架设的。你看，整个这个高山之上啊，道路四通八达。现在政府着力在规划农村呐，尤其是这高山上的规划。你看这里，这里的面积还是蛮宽广的。我感觉这里应该以前啊，很可能是一位人家的房子的地基。以前这里倒可能有房子。这个位置啊，嗯，但是完全看不到一点房屋的痕迹，也有可能是以前住在山里面人他们的菜园子、菜地。在大山里面，古村落是挺多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面住在山上的人陆续搬离了大山，古村落也就随之消失了。我们现在即使站在太阳下，但是山顶上的风啊一吹，还是有蛮冷的。红砖房。是啊，看上去有人住。上面晾晒了衣服。哎，好像有人。门口还停放了几辆摩托车。是红砖修筑的房屋，一栋平房，门口停了几辆摩托车，所以它这条路啊，走摩托车还是可以了。你好，叔叔。你好。我们是到这个山上来玩的。对呀，我们看到这个山下面啊，这里有房子，所以就走下来看一下了。请问现在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现在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哪个？耳朵听不太清楚啊。听不太清楚。您贵姓啊？我们姓周。姓周啊？您年纪有多大呀？哎。 80多了。80多岁啊？现在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我们也，有。现在就你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吗？不是的。还有谁跟你一起住在这里啊？我们也没经常在这里。也没有经常住这里啊？没有。啊，就是偶尔在这里做一些农活的时候回来住一下。这栋房屋是什么时候修建的？看样子是蛮新呐。30年吧。30年前修建的。反正是2010几年修吧。2010几年修的，那有10来年了哦。你这是在弄什么东西啊？这是橙子啊。哎，我在山上经常能看到这种果子哎。榨橙子的，榨橙油的。哦，可以榨油啊。榨橙油的。桐油啊。哦，原来这个是榨桐油的呀。榨橙油的。难怪了，我在很多山里面看到过这种果子，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可以榨桐油。榨橙油的。哦，那这个壳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壳可以做肥料啊。
可以做肥料啊。哎，做肥料的。它要把它碾碎吗？可以皮剥剥，还可以干嘛？皮剥剥，皮剥呀。哎，做皮蛋啊。哎呦，还可以把它碾碎来那个做皮蛋的那个、那个东西是吧？哦，原来我们吃的皮蛋是用很多这种天然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多啊，它不会有个东西臭，个东西就是真正的。哎呀，这个东西做皮蛋的话还健康一些，对吧？哎。像我见过的皮蛋，好像有的是用黄泥。那个是发酵的，发酵药做的。哦，有我见过的，好像有的是用黄泥巴做的。嗯，那用这个可能味道，皮蛋的味道有可能又不一样，可能更健康一些。哦，更香一些。哎，那我还第一次听说耶，所以我们走到这山里面来，跟你们当地人聊聊天，然后能够增长很多见识。对的，我们刚刚开车开到那山顶上，然后看到这里有一条岔路，哎，无人机飞了一下，发现这里有几栋房屋，啊，所以，对，你80多岁哦，你在这里我看到还种了一些蔬菜。爷爷，这几辆摩托车是你的吗？摩托车是的。你现在还会骑摩托车吗？80多岁了。不是的。不是你的呀。是谁的？啊，你儿子的。儿子的。啊。那他们现在骑着车子到这里能去哪里嘞？人脉有人知道说。哦，在上面砍树是吧？砍树。对呀。哦，这上面，哎，我好像是看到了，是看到有人在上面砍树。坐一下不？啊，不用坐，不用坐，不用坐，我们走一下了。你们这个房子为什么会修在这个位置呢？啊？以前我说你们房子为什么会修在这个位置呢？以前我这面外面一整开房子。哦，以前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以前这个位置全部是你们以前的祖宅基地。以前有泥土房。泥土房。但是后面泥土房垮塌了。塌了。那泥土房肯定有50、60年以上吧？有。哦，所以这条路是什么时候挖开的？啊？我刚刚下来的这条路是什么时候挖开的？我们自己那田开挖的是今年自己的。是今年挖的吗？今年才挖开的路，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新挖开的路可能不超过1年、2年的样子。以前就有一条头啊。啊，以前的路宽吗？只有一车头啊。啊，只有1车宽的。哦，以前就有1车宽的路啊，这个地方。现在就可以，现在有2车头的。3轮摩托车、3轮车都可以过的是吧？那，哦。现在就宽一点了。对，我看到现在可以通车了。但是还是不好走，这个路从上面山顶上啊走下来呀，还是有蛮陡哦。那确实是。下坡就不蛮陡啊。对，下坡路很陡的，开车还是不是四驱车很难爬坡上去的，下来容易，上去就难一些。你10来年前修这栋房屋的时候，我看到有红砖、有水泥，还有这些瓦，你是以前10多年前在修这栋房屋，那这个材料啊，这个要从山下面呢运到山顶上来呀，怎么弄的？以前修这栋房屋，那费了一些人力、物力啊、财力啊。以前这里就只有你一栋房屋在这里吗？以前周边有没有很多人住啊？这个以前这里住了有多少人？这里都有我过白湖都有4多口人啊，有几户啊？有几户人家有20-20口人，对吧？哦。老庄的也有啊，底下也有啊。底下也有。哇，以前你们为什么会选择住在山顶上来嘞？以前这山上交通方便吗？以前交通不方便啊。对呀，那以前你们为什么会想到住在山顶上来呢？
你就老一辈的人呢，都这个的。老一辈的人就在这，也就是你从小出生就在这个地方。祖辈呀，祖辈都在这里呀。哦，嗯，所以说，那以前你们生活在这上面，这山上水源充足吗？老早这个上面这个河里这个是不是还好就？这以前住在这上面能种水稻吗？能种其他的？有。也能种水稻。那边有田呗？有田，一年能种的几稻了？不晓得真的用到。一年也能种2季水稻。山上除了种水稻，还能种其他的农作物。种红薯啊，大部分是红薯。大部分是红薯。嗯。哇，以前你们要是一天上下山的话，那会很麻烦呐。你像要是去种的水稻，你要拿到山下去，拿到集市上去卖呀，红薯啊，拿到卖去啊。那你们出行的工具？哎呦，手车子。用那个独轮车。独轮车子。啊，用土车。一根扁担啊。一根扁担，独轮车挑下去的。挑啊，累呀。那不是早出晚归呀？肯定啊。那确实是，以前住在山里面的人，日子过得应该很辛苦吧？可以吧？很辛苦的。很辛苦。你这个桐油这样把它晒干了，再要拖到外面去打油。街上你卖的也有卖桐油哦，桐油一般是有什么作用啊？烧滚筒啊，烧滚个这个么？做粉刷的。搞棺木的。哦，搞棺木的是吧？哦，棺木就是用桐油先刷一遍，然后再刷漆。哦，我看到有些人的房屋上的房梁，门啊那些。门刷一下，然后是不是能够防蛀？就不易会腐烂啊。哦，不容易腐烂，然后又防潮。那个烧滚啊。哦。都是用桐油啊，真正是烧滚筒用啊。哦，它具有防潮、防腐的作用。那这是天然的防腐剂呀。是的，天然的防腐剂。哦，他们在山上锯树，锯完树再拿到外面去卖。门口这棵树是什么树啊？这棵树，门口这棵树。这个是凝树。什么树啊？凝树。凝树啊？那也可能是你们这边老土话，我听不懂。有些后种是。这个树会结什么果子吗？不结果子。它一年四季都是青的吗？是啊。它还是翠绿的叶子。很香啊，今年。这棵树有多少年了？你记得吗？还就10多年前。也只有10多年就长得这么大哟。看上去很老的样子。10多年前。这棵树种在这里，夏天的话还是比较舒服啊。你夏天住在这里面，这种水泥砖房，夏天住在这里热不热呀？你夏天连风扇都不有。夏天连风扇都不要啊？那就很凉快了。按道理，这种水泥砖房又在这个高山上啊，按道理温度应该会蛮高的，它很吸热嘛。风还有。哦，有风，夏天也不用吹风，不用吹风扇都不用，更别说不用吹空调了。这个是你在山里面摘的是吧？山里面找的野果子，这个不是自己种的吧？不是自己种的。哦，那就是纯天然野生的了。我看这门前还铺了一点水泥哦。哦，你这里有山泉水，我看一下。它这个地方接了山泉水，所以他们大山里面
水资源还是比较充足。这位爷爷说，他们这里都能够种水稻，所以这边整体来讲的话，阳光、水源都相对来讲比较充足。哎呀，这个房屋地板还铺了瓷砖呢，对吧？还是比较方便。冬天会冷吧，在这里？不好冷。把门一关就暖和。哎。就是打开门的话，整个山谷里面这个风啊对着吹就会冷了。以前这里住了20口人，在这附近。我在地下地用的屋中，大概有60多个人呢。哦，在下面那里哦。我们这个组60多个人。以前这个组就有60多口人，但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大面积就迁移出去了2000几年。哦，那也就是20多年前，这边就基本上都离开了。但是你还是仍然在这里重新修一栋水泥房，还是愿意居住在这上面。你有几个小孩啊？2个。2个，一儿一女。2个都是男的。2个都是男孩子啊。哦，那他们也现在就是在下面呢，镇上啊，有房子。我已经听说。哦。那平时你那些孙子啊、孙女啊，他们会经常来上面玩吗？他们不去来。他们不怎么会来了。来不得，还是都台就给他种子。哦，都到外面读书去了，没时间过来。也就是逢年过节，你儿子把你接到山下去。我的去搞的个东西就不够这嗯。搞过的东西。啊，是的，是的，你刚刚说了，你也不是长期在这上面住。平时是的，一个老人家80多岁了，也不放心了。我看你这个，他奶奶还在噻？他顶去了。他顶这个。哦，他现在去山里面捡这个去了。那奶奶有多大年纪啊？70多。奶奶有70多岁。因为我看到你们家晒的衣服啊，好像是有奶奶穿的衣服，所以我在想，奶奶应该还……哦，那70多岁，她到山里面去捡这个东西哦，那好厉害哟！好厉害！哎，你们身体应该都还好吧？都能干农活的话。没办法了，没有退休金啊。哦，没有办法，没有退休金。农村人的话，很多都是这样啊，没有退休金。你还好了，你有2个儿子啊，儿孙满堂啊。他们老几年不吃去，用个土台去，或者就是用个土台去都，没得好的工作单位是救都救不去。哦，你2个儿子以前都从这个山里面出，一个2个了，一个。也就是你有4个孙子。有4个孙子孙女。一共有4个孙子孙女。你的小孩年纪的话，应该大概也有50来岁了吧？50岁就50来岁了，40岁就50岁了。哦。那你想，你们以前住在这个山里面啊，他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是70年代吧，对吧？70年代的时候，他们每天都要去下面读书的话，都是从这山上到下面的村庄小学里面去读书，对吧？那个时候读书也很辛苦哎，是吧？要上山下山。这个当然骑车子去的，骑单车了。哦，那个时候这山上的路还可以骑单车哟。到我们去一趟啊。哦，也要到下面镇上去。
那每天来回的话，也路程有多远呢？几十里的啊。几十里路啊？几十里呀，到九寨还是不对，只到九寨得加个脸呢。哦，读小学还九寨都有5里路。哦，读小学的时候只有5里路，读初中、高中的话都有几十里了，要到镇上去了。嗯。哦，读小学的话就可能在山脚下哪个村庄。读书只要走5里路就是了，5、6里路。那还好了。以前在这个里面，以前你们这个山上村庄应该还是蛮热闹哦。哎，不过现在完全是荒废了，很多田地啊，应该都荒废了。好了，那你忙了，我们到下面再去看一下。啊，好，谢谢啊。从和这位爷爷的聊天中得知，这里居然是一个古村落，以前居住了有60、70口人，很难想象。这里竟然还可以种2季水稻，更厉害的是，这对爷爷奶奶竟然能在条件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将他的2位儿子培养成才，非常的了不起。那我在这里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啦，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内容，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